欢迎收看《运动 DNA》，一起来聊聊运动教会我们事。大家好，我是杰克。有些冠军是靠天分，有些冠军是靠身高，但有一种冠军是当所有人都快撑不起的时候，还有人愿意相信你。这集我们邀请到今年 UBA 女篮冠军的教练，一起来聊聊他是如何陪一群女孩度过低潮，相信自己并夺下冠军杯。欢迎我的朋友纪文。嗨，杰克哥好，然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对，这好久不见。对啊，好久不见了。今天是因为节目的关系，终于可以重逢了。我记得上次见面应该好几年前了吧？我们3对3的时候。3对3，你还有印象吗？3对3的时候，那应该很久以前了。3对3的时候，都不小心透露出我的年纪了。对，大概几年前啊？对。那在你去印尼之前。哦，那真的有一段了。对，应该至少有5年了。有5年吗？有5年。Oh my god！ 好，时光飞逝。对啊。但是很开心，今天因为我们节目的关系，可以邀请到纪文来聊一下，因为这个时候你在身上又多了一枚，我觉得人生的成就啦。对啊，其实是蛮感谢，其实帮助我们的人很多，不管是校方啊，或者是球员自己本身也很努力。我觉得真的是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然后天时地利人和，然后有很多人的帮助，其实才可以拿到这个冠军奖杯。对，谦虚了。没有，真的我太幸运了。因为我觉得在基层，因为自己小孩也打球嘛，我真的觉得在基层真的是明星教练会多于明星，因为我跟正如有聊过嘛，对，然后其实我觉得基层没有所谓一定的明星球员，有明星教练。对，对，我觉得教练很重要。那讲到这个啊，我觉得一开始也想要跟你聊一下，加上今年的冠军杯啊，其实你生涯从球员到教练，你有数过有多少冠军吗？其实球员的时候相对比较少，我大概高中拿过一个，高3的时候拿过一个金欧女中的冠军 ，HBL 的冠军，然后在大学的时期也有拿过，好像拿过冠军，然后接下来就是当教练的时期，在中华队有3对3的一个亚洲挑战赛的资历，然后接下来就是去印尼的时候有带领印尼的这些球员在 SEA Games 啊，在 Cambodia 的时候拿到一个金牌，也有在就是跟东南亚的一个系列赛里面有拿过2次冠军，一个是新加坡站嘛。然后另外一个站是我也忘记了，反正就是最近的这一次就是热腾腾刚出炉的 UBA 的世新的冠军这样。哇，其实这样好棒哦！你这样就是在篮球人来看，就是很多人会说另类的人生胜利组啊。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为什么是我们这一次的冠军会感动这么多人？其实它跟胜不胜利没有关系，而是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历过非常低潮的时候，然后也做了非常多努力，在这么艰困的情况下，可以再重新打败这么多很强劲的对手，再拿到这个后座。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才是感人的。那我觉得那就对啊，你既然讲到这个，那我就直接想请教一下，就是请你也分享一下，在你今年其实就像从去年开始接的嘛，我记得世新是去年，对，很临时，而且那时候人手不足，对不对？然后到从去年人手不足到今年拿冠军，然后还打进 OT，那我不晓得，可以跟就是我们运动 DNA 的朋友们分享一下，你当时候其实最担心球员的是什么？是体能呢？还是战术，还是球员的心态？其实一开始我是带着满腔的热血，然后想说，好像有这个机会。那其实有一些球员也是我金欧女中毕业的升上来，还待在世新的球员嘛。对。那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事情，我很想去做。可是真正在进到那个环境里面，才发现其实我们最惨的时候，就大概只有2个人训练。2个人？对，我教练是1个人，然后只有2个球员。这样怎么练啊？所以就是那2个人球员，一个是林子彤，现在在效力在中华电信，另外一个是今年就是在对中信有一个好表现的邱永林。然后那时候就真的只剩下2个人练球，然后我就一直在想，是只剩2个人，我们这个球队要怎么继续下去？对。然后可是其实我心里还是想，就是
还没有到最后一刻，我们不要放弃嘛，因为他还在就是我们还在招募球员当中。是。然后我也告诉他们说，我们虽然我们现在只有2个球员，但是我们不要放弃，是我没有放弃你们，你们也不要放弃自己。所以我们就是2个人，我们就是一直在练，不停的练基本动作啊这些。就是只有2个人可以练的东西，然后其实后来才慢慢变成我们有招募到一些可能原本不打球的，像蔡佑莲，其实本来他已经退出球队了，他已经准备要去就是专心在就是学业的部分，然后因为其实我在有金瓯女中的一个执教的经历嘛，对。所以我其实有看过蔡佑莲，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球员，所以当时我也有在邀请他说，你愿不愿意再回来打这样？然后陆陆续续其实招募了蛮多的，就是也不是到蛮多了，就是有一些球员至少可以上场了嘛。对，然后其实我刚开始也非常的焦虑，就是怎么办？我们连5个人可能都凑不齐。然后慢慢找越来越多人的时候，其实我到最后已经不是在担心可能战术啊、体能啊这些东西都不是我担心的。其实我真正会去，就是我停止焦虑的那一刻，是因为我想通了。我想通的是，身为一个教练，你把什么东西放在你的优先考量里面？如果这些球员其实他想要回到这个舞台上，你想要让他再回到一个正轨上，对，我们怎么帮助他？所以反正到最后我真的找到9个球员，其中有1、2个球员可能也还不是正规的，就是很正统的球员出身的，大概只有7个人是从小练到大的那一种。我转念一想，其实我们就是要帮助这些孩子找到他自己的价值。虽然在篮球的路上一定会有很多困难跟挑战，可是一时的跌倒，它其实不是永远的跌倒。我们想要的是，如果我身为一个教练，我的职责是能够帮他们再重新建构他们的篮球路，找到他们自己的价值。以前他们可能上场的机会没有这么多，对。但是因为我们现在人数这么少，所以每个人对你一定上场的时间是多的。我们在帮助这些孩子重新建立自信，回到正轨上，在他们的舞台上展现他们自己的价值。我觉得这个是我想要帮助。就是这些球员们，然后我接下这个工作之后，我开始在调整我自己的心态。我遇到所有的困难，其实我一直在想，第一个，我是一个教练，我是一个开船的人，我要带领他们去哪里？如果我自己都就是让别人感受到我很焦虑的话，其实他们会被我影响。然后当我调试好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成绩的压力的，我也没有所谓的战不战术、执不执行，因为事情总会有解决的方法。对，就是人不够，我们甚至连5对5都打不出来，就是没有办法，没办法练习。平常队内还不能对抗，没办法。所以其实我说，其实刚开始我说的，我非常感谢我遇到蛮多帮助我们的人。是你看到9个人，其实他连5对5都没有办法打。对。第二个事情是，就是你在训练的排程上，你会非常难安排这些训练的内容。那我们有找了很多，就是不管是国中的队伍、男生的或者是大学的，还有甚至台电的学姐，他们都非常愿意帮助这些孩子，可能不管是在训练上、打练习赛这些东西，所以我心里就是充满了10分的感谢，就是这如果没有贵人可以帮助我们的话，你9个人怎么练？没办法练。然后很多技战术的安排，你一定要对练完，你才会知道怎么样去做调整。对啊，大概是这样。对，这就是我认识的你啊，因为你不要说贵人啊，很多时候我觉得，因为我认识的纪文是还真的是很热血，然后愿意很帮忙的人，而且我觉得有2个字真的在你身上看得到，就是负责。你很有责任感，因为我对你的认识是这样啦。谢谢你给我。而且我们认识也不是认识1、2年而已啊。对啊。其实我应该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想要成为一个运动员，这是最基本的条件。
你要对你自己的人生负责。因为你对你自己负责了，你才可以对你身边你要看待的人事物负责。所以，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他是知道我什么时候该吃，我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他对他的人生负责之后，我想这就是运动的魅力。为什么你愿意把你的孩子送去这么辛苦的训练？是因为他懂得自律，他懂得负责，他懂得做人处事的道理。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做人基本的一个概念。但是可能现在我觉得相较于啦，对，有的时候你知道有比较就有伤害。不过我们先不要比较。对，没有，我是说至少我的周遭朋友，你的特点至少这2个字我是直接可以连起来的。谢谢。我谦虚了。然后再来，我觉得也想要请教的是说，其实女生球员，因为像我们过往聊的都蛮多都是男生球员，然后包含我自己的小孩也是嘛。那我不晓得你自己在带女生的状态下，因为像你刚刚讲到啦，是自信啊，然后找定位啊，我觉得我今天很想要再了解更深一点。那你是如何？那有没有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故事？你是真的他从不会，然后到超有信心的？其实你不要看运动员在球场上都表现得很 tough， 然后好像对很稳游刃有余的样子。其实他只是没有把他内心的焦虑或者是他的不安，他不想要呈现在，他不想要展现他的脆弱跟不安。其实我经历过2年之后，其实我发现。很多球员其实，在赛前都会非常紧张，即便我已经不是那个会一直可能在球场上很比较严厉的一些话语放在球场或球员身上，可是其实他们会对自己的表现是有期待的，自己期待，不是你先期待，我觉得自己就会有自己期待。对我来讲，身为一个教育者的意义是。输跟赢，它是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结果。对，但是我们不要把它颠倒那个顺序，因为你想要赢，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忘记要做什么才会赢。大家，我应该说，多数的人都会先把赢跟输放在前面。对，但是这个过程中，你到底要做什么东西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对。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先把这个东西列出来，先做好？应该是说你有目标性的。假设我今天讲快点，就是我今天要赢文化大学，我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东西，我才赢得了它？对，我每一个队在分析的时候，我是不是这样？今天你想要去留学，你想要去日本留学，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东西，你才可以送去日本留学？一样的道理嘛。所以我们不要先把输赢放在嘴巴上。我们应该是说，我们要一一突破现在球队的优点跟缺点是什么？我们到底怎么样可以把它归类出来，把优点持续放大，缺点持续进步？有一天你会走到赢这个地方，这个是我的教练哲学。我觉得这很棒哎，谢谢你。因为很多，不要说球员啊，我觉得身为家长，很多时候尤其国小联赛啊，因为最近刚比完全国，然后我看那个 Threads 就 Trade 上面，超多的，然后甚至于有同业人员呐，因为就被那个就家长会怒吼啊什么的，可能就是把输赢看得很重，但我先讲，我觉得有胜负心是好的，是因为那是一种我觉得就像你讲的，那是驱使你往目标前进的一个动力。是，可是如果当你是以那个为主，可是中间的过程，就像你说的，今天你为了要赢，可是对手每场都不一样，可是你是用每一次都用老方法，你真的就会赢吗？对，就是我其实蛮想要反问 Jack 哥一个问题，因为你的小孩子也是 OK， 也是打篮球的嘛，你也希望他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进步，然后或者是取得好成绩嘛，因为这不只是家长的期待，甚至连教练也是这样期待。你会不会很讨厌看到教练一直吼你的小孩？坦白说，我觉得我有 bias 的原因是我某种程度也算这个圈子的从业人员，你也知道我的出身嘛，对，我在20年前，对，那我也是在这个环境，那只是我看到很多练球，我甚至于连中华队的练球我也参与过，是，我知道一定会有那种
比较激动。对。那甚至于，而且我觉得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看过好多，因为也是你知道，就是跟儿子南征北讨，真的也参加过大小比赛，哇，我算一算几十场跑不掉，就从他因为国小3年级，然后开始打，一直到现在要毕业，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个喊，反而因为我可能比较理性啊，我说在这方面我比较理性是有没有收到效果，所以如果没有收到效果，然后你一直喊，他反而是你知道就是到最后会荒掉就算了。我看到好多的球员很有天赋的，他明明很强的地方没有做出来就算，他在做什么？在场上只做我不犯错的事。举例好比说，反正投篮没有人挂保证一定会进嘛，可是我投了，对不对？要投才会有得分嘛，你不投怎么有？我知道防守很重要，但没有人完全是靠防守来赢球。我先讲防守还是很重要，可是你还是要有进攻，你才有得分，你才会赢嘛。可是很多时候我就看到是因为教练的这种不是说情绪啊，就是可能这样的动作，可是其实没有真正的诱发出小朋友的潜力或是天赋，而造成他只在场上，我们这个长方形只做不会犯错的事。所以我再把问题拉回来，就是你身为一个家长，你的大儿子现在在球场上比赛，我们就以家长的角度，因为我没有孩子，所以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你会不会因为我们不要说你的教练，而是某一些教练，如果现在假设一个 A 教练，然后你刚好把儿子送去那个学校，然后他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可能没有按照球队的方式，或者是做错了，然后教练突然一个比较严厉，然后大声一点的，你到底在干嘛？到底为什么传这种球？这个时候你心里会不会揪一下，或者是希望教练不要这样对待小孩？内心的 OS 肯定这骗不了人嘛。所以其实不管是你刚刚说的，你在 Threads 上面看到家长有一些这个东西，就是情绪比较澎湃的一些言论，或者是教练在球网上比较激动的一些情绪，它的归因总共就只有一个，你知道是什么吗？期待。人在期待的时候没达到的时候，他等于是失望。人在失望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情绪表现出来。对不对？对，您说是吗？如果你的小孩子没有做到这个，你是他的爸爸，你看到小孩子没有进了或犯错了，你会以什么方式来鼓励他，或者是希望他改变？我觉得我也是从中在摸索的啦。其实就像你刚刚提到的，没有人出生就会当爸妈，我也是一路摸索。先撇开我有4个孩子，但是其实我陪着他这样打过来，我觉得也是蛮有很大的学习。因为就像你讲的，我一开始是会的，可是后来我发现，我这人是这样，因为我不喜欢就是走旧路到不了新地方。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很常讲这句话。当你收不到效果的时候，我会想要换种方式，我反而会问他问题，不用给答案，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爸妈是在家庭中给予答案的，你不要讲权威者嘛，或甚至于唯一给答案的人，或陪伴者，对，陪伴者。但是很多时候，反正他不买单，他自己也没发现到问题是什么，你只是跟他讲答案，所以嘞，他根本找不到，或者说自己没有想办法去解决这样的问题。那我反而会是跟他说，我上次看你好像投了进啊，还蛮顺的，很帅就是你知道，稍微带点鼓励他，对，带点那种赞美，然后他可能信心来，因为儿子对啊自己也比较 close 嘛，然后可能信心有爆棚，你会突然真的是很 surprise。我曾经看过他单场，对了，那时候我们去打野球，然后去帮人家倒咖啦，反正就是哇，那时候我真的觉得跟他打校队的他好不一样。然后有攻有守，那一场我记得得了18分，我整个下我说，曾几何时你有这种能力，我从来没看过。当然必须说啦，因为校队还是有校队，我还是很尊重教练。教练怎么样，你还是要因为毕竟是团体，是，对你个人再怎么强，像我常常讲的，我说你一个人得50分，跟5个人得10分，以分数来看是50，是一样的。可是你知道这2支球队是完全截然不同。没错，他现在慢慢懂了。所以你看就是我好像不好意思，我有点喧宾夺主，变成我是主持人来问你问题。但我其实想要表达的事情是，
你看你刚刚讲了一个很棒的话，我觉得在身为一个父母，你说了你也是第一次当父母，你也在陪伴孩子，他在你讲东西的时候，他也不一定可以接受，然后有时候他也不听，然后他也会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解决。其实很多教练他也是从球员才转变到教练的，是，他其实也在学习如何带这些球员，如何消化自己的情绪，如何找到胜利的方程式，赢球的方程式，你认同吗？就是教练又是另外一个父母，他等于是小孩子在每一个阶段所遇到的父母。可是为什么教练也会有时候情绪会比较高涨，比较严厉，或者是甚至失控？因为他对不管是自己或者是这群小孩子，他有期待的。对，人在有期待的时候，当那个期待到不了的时候，变成失望的时候，多数的人是用情绪来表达。他会用一些不管是伤心、难过，或者是愤怒、生气这些东西来表达。他其实总归一个就是，父母在学，孩子在学，其实教练也在学。其实我们把这3个人放在一起，我们都在体验我们的人生。为什么可以培养出有自信的孩子？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今天你的主题是不是要问这个？你要让他感觉到很安心。OK。什么叫安心？就是当你今天忘记洗衣服的时候，你老婆一直骂你，你以后就会知道，我忘记洗衣服，我一定会被骂。当我今天传了这个失误球的时候，我被骂得很惨，不管是被队友或者是教练骂得很惨。我没守住这个球，我没投进的时候，那你下次还敢投吗？因为你刚刚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只做安全的事情，因为我怕犯错会被揪出来。我们怎么培养有自信的孩子？是当一个教练，当一个父母，当一个队友，你能不能够有容错的空间？你可以接受你孩子犯错吗？你知道我有一个名言，就是我觉得失败是老天爷给的最大的祝福。OK， 你可以在失败里面去找到你自己原来还没准备好的东西。可是人把失败看得太严重了。是，如果你是一直成功的人，你会珍惜成功吗？会吗？那些东西变成理所当然，对吗？但是假设今天世新曾经在去年的时候人很少，那今年我看到板凳这么多人，我好珍惜，我就觉得好感谢。就是哇，我以前只有9个人，甚至7个人，最少的时候6个人，因为有人受伤嘛。可是我现在变到10几个人，我觉得哇，对我觉得我好幸运又好感谢，又跟去年比起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反而会让你有一种幸福感，一样的嘛。你要怎么样培养孩子有自信？你要让他犯错之后，你才有跟他讨论的空间。他那时候会心悦诚服的。爸爸，我跟你讲哦，我以前可以得18分呢，那为什么我打校队的时候就不行？是不是我对我自己有期待，还是我怕我投不进，教练不让我上场？你觉得你在外面看是什么？当他愿意来跟你讨论的时候，那个时候代表他准备好了。人在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人在不饿的时候，你给他东西，他要吃吗？不会。人在饿的时候，他吃的那个东西会很美味，对不对？对，口渴的时候水都好甜哦。对，所以你饿吗？你的孩子饿吗？你的教练饿吗？你要什么时候喂他？他准备好的时候，那个才是最佳的 timing。报告完毕，谢谢。哇，你这个就蛮有，果然是很有自己的一套哎。也不是一套，就是试过之后。但是可能还是会不会还是有很多，因为我们的一些听众或观众朋友们说啊，那纪文教练你太梦幻了，太梦幻，太不是说太哲学了，不是也不是哲学，就是都很美好化。那还是有一些小朋友就是可能自信爆棚，然后他也不会
饿了也不会来找你，他自己会想办法，他可能喝水就饱了。你懂我意思吗？那我觉得回到我也是，这也是我想要问你的问题。因为我们也看到，我常常跟正如一起都会聊天嘛，包含会讲说，你当年的你们，就包含你也是嘛，就是以前都打中华队，然后跟现在看自己小朋友，那甚至于你现在自己的下一代，我不晓得你现在怎么看年轻的球员，除了讲的可能就是可能因为时代在改变，接受资讯也比较快，想法就会更早出来。以前我们就是。可能不能说威权时代了，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反正教练，尤其爸爸妈妈几乎把这个掌控权也是给老师或教练。反正说，教练恭喜啊，另外一天啊，然后还甚至有人跟教练说，教练你马波乖个啪，两定。以前会嘛，以前家长，我知道我们那年代的家长这样，可是现在不会啊，现在是你不要说动他，你动他那就上报纸了。更何况是你骂他，可能就 tray 上面就会出来了。那我不晓得，就是说对于年轻球员，你是怎么样？勾勒他们是说，除了像你之前有分享过，很像谈恋爱一样，我不晓得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细的，或是曾经有的故事。其实我觉得球员还是分很多种，因为我们刚刚在讲的是，假设他没有信心，要如何培养自信这件事。当然，就像 Jack 哥讲的，一定也会有人是天生就是自信感爆棚，他其实没有在管团队这件事，他其实就想要个人刷数据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有的。可是。当一个教练，你怎么样让这个团队有一个很好的 balance？ 就是他确实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球员。假设我遇到是一个非常骄傲的球员，第一个事情我会跟他强调团队的重要。OK。当然，你一个人就像你刚刚讲的，一个人得50分，跟5个人平均得10分，虽然看起来是一样的，可是整个团队打的东西就会差很多。可是当我们只有一个人可以打50分的球队的，其实教练会很头疼。我觉得身为教练我会很头痛，是因为这一个球员他没有以团队至上，我会试着跟他沟通。如果是他态度不好，我会慢慢缩减他的上场时间。对我来讲，因为如果我的球队是学生篮球的话，学生篮球最重要的是品格、纪律跟态度的问题。当然有很多学生篮球是到最后是送上职业端，他去再打挑战更高的殿堂。那个东西会有一点点区别。但是如果你打职业的，通常会打得好，会一直有合约，然后会被人看见的人，通常他的态度其实是很好的。您认同吗？大部分对，当然也会有我真的很骄傲，但是对，可是你如果在小时候学生篮球的时候，你没有把品格放在第一位，态度放在第一位，他以后上去职业队，很快就会下来。为什么我这样子讲？第一个是我给出去什么样的东西，你种瓜就得瓜嘛，你种豆就得豆，你不可能种西瓜得绿豆吧？对，我骄傲，我不送球给你，你在跟我打的时候，好。我现在很屌啊！我一场球可以得50分，他可以打到30岁都得50分吗？不可能，因为一个团队还是12个人嘛，对吗？除非你是 NBA 等级，就一个人看你。可是通常我们现在没有到这么高的等级嘛。对。那如果我都不传球给你，你以后想跟我打球吗？不会啊，对吗？这个是互相影响的。虽然你可能打个1-2年，你可能很屌、很强、顶薪很高，可是到最后你的业界的评价会很差的。没有人会想跟你打的。可是我们要在学生篮球，其实我个人认为，不应该只有一人至上。这个是在教育他的人生。什么叫人生？以后你会不会结婚？你会不会生小孩？你会不会去公司？你不打球之后，你一定还是要做别的事情嘛？你不可能打到60岁吧？当然，对。但如果你以后可能会从事篮球球员以外的工作，你懂不懂得怎么跟别人合作？我觉得这是很深层的意义啊。就绝对不会打篮球。那这个如果他真的不行，假设我说我们已经说了骄傲的球员，我们会想办法很正面的规劝他，是我们要的是一个团队篮球。如果他真的不行，我会跟他说，如果你不传球，我们就是会检讨的时候会看录影带啊，这个球我希望你可以传给他。我们不是
就是羞辱他，或者是当众骂他，不是。我们好好告诉你，Jack 哥，这个球就是防守上来的时候，他有空档，你要传给他，因为我们 good to the great， 我知道你有好的空档，但是他的是 wide open shot， 给他分享球。那如果他都不听，我会跟他说，我希望打的是团队球。如果你没有办法打的是团队球的话，球到你这边都卡住的话，我会减少你上场的时间。我已经先告诉你，我只讲。OK。我觉得当一个教练，当任何角色，最重要的是真诚、诚实。我先告诉你，你选 A 会有 A 的后果 consequence，你选 B 会有 B 的。那如果你选择 A， 那个是你的决定，你要承担。对，本来就是合理啊，你叫孩子要负责他的人生，你不想要读书，你只想要练球，你以后毕不了业，你要去考哪个学校？不行嘛。你今天不想要来练球，你今天一直在请假，还想打先发，对，那就不可能。就我们已经当教练的职责是先分析，我告诉你，你做这个选择会发生什么事情。在他失误的时候，我也会告诉他，我会停下来说，刚刚你那个球，你传这里。比你高的人就会超掉，对你一定会被。那你传慢的球就会怎么？那你下次还要这样传吗？你丢问题给他思考。如果他还是选择这样子，不是你淘汰他，而是比他优秀的人自然而然会超越他。对。所以我们不用羞辱别人嘛？为什么当一个教练一定要用羞辱人的方式？你马赛克你为什么不会传这个球？你不用羞辱他，你教他，他不会，他自然而然会被淘汰。这是我的哲学。OK， 那我觉得我刚刚想到一个画面呢，不过这个反正熟我就直问啊，会不会曾经有球员就是说，那个纪文教练那个对谁的标准跟对我的标准不一样？一定会有，非常会有。哇，你这么直接？应该是说原因是什么？球员其实都非常希望得到教练的关注。对，我希望被看见，我希望我上场的时间比他多。对。可是当一个教练，你要怎么样？你自认为的公平，绝对不会有公平这件事情。哇，这个你自认为的公平就不一定。你的标准，你说我最喜欢用吃的来举例子。你觉得好吃的卤肉饭到我的嘴巴里面一文不值，我的标准跟你的标准一样吗？不一样。对，通常不会一样。我们只要生而为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成长的环境，我们的标准就会不一样。但是我会在训练的时候、看录影带的时候，告诉他们我的标准是什么。像我要举一个，我们世新有一个球员，常常会觉得我对他要求很高。我常常什么事情都讲他。我其实告诉他，就有一次在开会看袋子完之后 ，OK， 他就飘到我旁边，他说：“纪文姐，我觉得我就是很烂啊，因为开会的时候你就是在针对我啊，就是我什么事对他说，他觉得他什么东西都做不好，反正我都会拿出来一直讲他。对，但是对我来讲是，我们去年的时候人就只有这么少，对。”我要达到那个效益的时候，我一定要让你知道我要什么东西。所以我讲你不是针对你个人，我是在讲这个球的情况要怎么处理。所以你知道，你一定很好奇我怎么回答他吧？我说，我讲你不是因为我觉得你不好，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变得更好。如果你选择不要听，或者是你觉得我在针对你的话，那我可以以后。在开会的时候，我不要把你的问题挑出来，就不要讲你的问题。对，你可以选择。你要吗？那这小朋友怎么回答？他当然不要啊，因为想要上场打球的人，他一定不会想要放弃自己嘛。当然。假设我们用一个情境来讲，这个我训练的时候都会讲你会很习惯，我会一直把这个东西讲出来。然后有一天。因为你跟我讲了刚刚上述的那些状况之后，我突然有一天都不讲你了，你会不会觉得你被放弃？我觉得怪怪的啊。对，你会觉得做错什么吗？对，或者是我都不讲你，对不对？对，就突然就从100变成0。对我来讲，我一样尊重你，这个哥，我尊重你，所以我跟你说，我不是觉得你不好，而是我希望你变得更好。你接受吗？如果你不接受，我可以从此打住，我不要讲你。这件事情，教练首要的原则就是你要说到做到，你不能骗人嘛。
人跟人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是真诚。你说到的东西，你下了承诺，你一定要做到，要兑现。对，要兑现，不然你就会得不到球员的信任，是吗？所以，如果我给你选择，你要我讲你还是不讲你？我当然希望你讲我。对，可是你要去，就现在又衍生出一个问题，就是情绪这件事情。对。我被讲等于我丢脸，所以我不想要。对，那个是情绪的问题，还是你专注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其实我花了非常长的时间去跟这些孩子沟通，是你不要给我情绪。我在跟你讲这件事情，也不是因为我生气在跟你讲，而是我们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我一直在教他们是这件事情。你可以很生气啊，我常常其实发生过，就是可能2个球员杠起来，杰克哥在不爽我，我也在不爽你，我不传给你，也不传给我。哦，要是你怎么解决？2个人找来骂。2个人找来。对啊，如果你是教练的话。